有人认为美国的历史开始于印第安人，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历史开始于1619年的一艘运奴船。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小姑娘打扮成什么样，就体现了化妆师的审美观，而历史的论述则体现了论述者的价值观。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来自何处呢？今年的感恩节，让我们一起来重温400年前第一批清教徒来到美国的历史，一起来确认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背后的美国精神。1607年，在英格兰的诺丁汉郡有这样一群清教徒，他们想脱离英国国教的控制，自由地敬拜上帝。他们离开家乡，经历艰难困苦，来到了加尔文派基督徒占主要地位的荷兰阿姆斯特丹。1608年，他们又搬到了荷兰的莱顿。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再加上勤劳肯干，很快就在荷兰安居乐业。但是漫长的荷兰独立战争看不到尽头，天主教势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富裕荷兰的享乐主义、世俗主义氛围已经威胁到了下一代子女信仰的纯正。于是这些清教徒产生了移居北美新大陆的想法，并且在1620年付诸了行动。这些清教徒们选择逆向移民，从已经进入近代文明的欧洲移民到仍是蛮荒之地的美洲新大陆，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是赞成者相信，所有伟大和光荣的行为都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必须以负责任的勇气来面对，并且战胜困难。如果目标崇高，合乎上帝的律法，就可以寻求上帝的祝福。这一切的努力配得上帝的荣耀。于是这些清教徒分成了2批，一批留在荷兰，一批去了新大陆。从此许多人没有再见面。出发之前，罗宾逊牧师在讲道中引用了圣经以斯拉记8章21节的话：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我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1620年7月22号，他们从荷兰的代夫特港出发，临行前在船上一起祷告。他们离开了美丽宜人的城市，深知自己是追寻神圣荣耀的天路客。他们抬眼定睛，望向高天穹苍，那令他们的灵魂得安宁的挚爱国度。他们先回到英国，寻求商人赞助，也因此有各色人等与他们一起去新大陆。1620年8月5日，大约120人坐着2艘船 Speedwell 和五月花号离开了英国的南安普敦。有一艘船漏水很严重，有人说可能是船长不想去了，船上有些人就留在了英国，但大部分人还是上了另一艘船五月花号。9月6号，五月花号船离开普利茅斯，船上共有102人。五月花号长32米，宽7米半，它的船速虽然只有每小时2英里，整个65天的航程其实并不艰难。这期间2个人死亡，2个人出生。11月11日，他们到了新英格兰地区 Cape Cod。12月11日，他们定居在距离今天波士顿35英里的 Plymouth Rock。12月25日，他们开始修建第一所公用房屋。他们为了共同生活，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公民政治团体，他们一致同意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拟定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并且遵守服从。这是创立美国的主要思想之一。同一个社会里的所有公民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益处的法律来管理自己。诞生于五月花号，并且用五月花号命名的这份文件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可以说，没有五月花号公约，就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宪法。
5月花号公约是美国宪政共和理念的源头，这一公约构成了美国宪政的雏形，它在美国政治与法律制度演进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5月花号上的这批乘客还带来了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传统——感恩节。他们那年踏上北美新大陆献上赞美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四处看见的都是荒原，背后是刚刚渡过的茫茫大海。那年冬天极其的艰难，2-3个月的时间内死了1半人，有的时候1天之内就有2-3个人死亡。最紧张的时候，只有6-7个身体健康的人能够工作。诸般艰难中，除了3一真神，他们还能依靠什么呢？刚开始他们和印第安人是敌对的。1621年春天，有个会讲一些英文的印第安人萨默塞特来到他们中间，萨默塞特又给他们介绍了一位去过英国的印第安人史广多。史广多的英文非常好，帮助清教徒与万坡诺亚格族的酋长缔结了和平协议。1621年4月，威廉·布拉福德被推选为总督，他连任30次，直到1657年去世。他所写的《普利茅斯开拓史》是这段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料。他留下了这样的话：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孩子们今后能看到自己的父辈如何完成第一次冒险之旅，他们经历了何等的艰难和奋斗，尽管他们有种种的弱点和缺失，却最终被上帝拯救。1621年的秋天有了大丰收，这些清教徒决定用3天的时间来庆祝丰收，感谢上帝的恩典。参与者包括了所有从1620年冬天幸存的人和大约90个印第安人。准备食物的人只有4个已婚妇女和5个待嫁的少女。食物当中包括5头鹿以及各样的鸟类，可能有火鸡南瓜和各样的蔬菜。这就是第一个感恩节的由来。此后1789年，美国第1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发表感恩宣言。1863年，林肯总统发表感恩宣言。1941年，美国国会决议，每年11月的第4个礼拜四是法定的感恩节国家假日。5月花号只是清教徒来到美国新大陆的开始，之后有一批又一批的清教徒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他们抱着同样崇高的目的而来。1630年，阿贝拉号横渡大西洋的途中，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罗普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说：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瞩目。因此，如果我们在已经着手进行的事业中期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必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我们将使敌人开口说毁谤上帝道路的话，我们将使上帝许多可敬的仆人脸面惭愧，使他们的祷告化成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在即将前往的美好土地上消亡。所以让我们借着聆听他的声音而拣选生命，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裔都得存活，因他是我们的生命和福气。这就是美国精神的由来，一个清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要建立的山巅之城。它来自一个立约的选择，以及立约后的诸多选择。今天的美国也面临着选择，是选择回归，还是选择背约？这是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要做的选择，也是你我的选择。感恩节很快就到了，愿这段400年前的历史带给您平安，我们一起享受节日的快乐，感谢上帝的恩典，并为美国的未来祷告。